年幼的阿和在家里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举枪自尽，父亲被人骗光钱财，原本家境优渥的阿和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过上穷苦的生活。阿和暗自发奋，要努力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时光飞逝，阿和考上大学，得到了奖学金，还有了自己的初恋女友乐儿。但阿和因为自己贫困的家境，内心始终很自卑。他相信，与其丰富自己的内心，还不如把裤兜充实起来，让自己活得硬气一点。富家公子家俊也看上了乐儿，他处处和阿和过不去。家俊找到阿和单挑，输的人要永远离开乐儿。阿和很快就惨败下来，不得不把女友拱手相送。很快战争爆发，日本人占领了香港，阿和只能和好朋友阿南一起去澳门谋求生计。起初两人只是在码头里当苦力。一次，阿和在撒尿时发现一个地头蛇对一名少女图谋不轨，阿和行侠仗义救下了少女，两边人也起了冲突。阿和和阿南寡不敌众，被揍得午饭都吐了出来。这时，不知从哪儿又钻出来一伙劫匪，意图打劫运输公司的经理。经理宁死不屈，劫匪直接丢过了一颗手榴弹。一旁的阿和反应迅速，一脚凌空抽射，把手榴弹又踢了回去。连干了2件好事后，阿和才知道，原来少女是经理的小女儿，叫阿妹，一不小心救了他们父女2人。经理为表示感谢，邀请阿和和阿南过来一起做事，帮忙给大老板查叔打点生意。阿妹是经理和佣人的私生子，因此平时经常被自己的姐姐欺负虐待，动不动就上手打骂。阿和也把一切看在眼里，所以姐姐无论怎么将阿和抛媚眼勾引他，阿和都无动于衷。他心里对阿妹满是同情。一次，姐姐又不许阿妹吃晚饭，阿和给她送去了巧克力。之后，两人一起外出，一起在雨中漫步。阿和还教阿妹识字，心急的他教阿妹念的是“我好中意你”。我好金从意你。一天，赌场里来了几个高手，他们是传说中的听头者，仅凭骰子在骰盅里和玻璃撞击的声音，就能辨别出是大是小。他们靠这个本事，第一天就在赌场里赢了几十万，这可还能了得？赌场里的管事人聂叔让手下的人想想办法，破了那几个人的绝招，否则赌场哪天非倒闭不可。在大学里物理成绩优异的阿和很快想出了破解的妙招，把底部的玻璃换成透明胶，骰子撞击的声音就能刚好反过来。结果第2天，几个听头者就把老本都输没了。聂叔对阿和的表现也非常深刻。过几天，茶叔的生意又遇到了麻烦，有一船很便宜的私货摆在了茶叔的面前，但因为价格太低，茶叔恐怕要炸。阿和和阿南自告奋勇，愿替老板代劳。等到了交易地点，对方果然是一群海盗，并且两人得知叛徒就是茶叔身边的王昌，而且这个二五仔一直都在作妖，几乎没有消停过。之前出现在码头上的那伙劫匪也是他勾结来的。阿和两人费尽千难万险才成功脱身。他们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指认王昌，谁知王昌打死不承认。虽然他的小弟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但马上就被大义灭亲，所有的锅自然也就扣在了死人的身上。为了一表忠心，消除嫌疑，王昌甚至砍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。茶叔一心软，也就不再追究。阿和越来越受到茶叔的重用，他和阿妹也很快结了婚。婚礼上，阿和大学时的死对头家俊突然出现，原来家俊就是茶叔的儿子。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妻子阿乐的旧爱乐儿。赌场管家聂叔也找到阿和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过几天，阿和在一家饭馆里找到聂叔，聂叔告诉他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茶叔让他去上海打理那边的赌场。聂叔在阿和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，有志气，有骨气，还有豪气，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，锋芒太露，容易遭受奸人的暗算。聂叔警告阿和，今后两面三刀的王昌一定会伙同对你有偏见的家俊，把矛头指向你，一定要学会忍气吞声，先把命保住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果然不久之后，王昌就派人绑架了茶叔，还把茶叔的耳朵割了下来。阿和拼命把茶叔救出来，结果王昌带着警察赶来，反倒诬陷是阿和绑了茶叔，阿和也被关进了监狱。王昌买通狱警，对阿和进行严刑拷打，还不准阿和身边的人来探视。阿和也很快在监狱里染上痢疾，如果不能及时接受治疗，就将危在旦夕。走投无路的阿美不能坐视丈夫死去，她找到乐儿，希望能替他把药带进去，救救阿和。
只是在打完针后，迷迷糊糊的阿和一把拉住乐儿，两个大学时代的恋人在幽暗阴森的牢房里缠绵了起来。阿和恢复后，卑鄙的王昌又来开始算计他。他威胁阿和，反正你马上就要被处死了，希望你死前能给我磕3个响头赔礼道歉，否则我会让你的妻子家人永无宁日。阿和只能无奈照做。可是磕完头后，王昌贱兮兮地笑道说，其实没判你死刑，判的是驱逐出境。气得阿和当场咬掉了王昌的一只耳朵。回到香港后，阿和和阿南两兄弟全力做起了房地产生意，他们发展得很好，财富与日俱增，10年时间就已经成为了香港房地产行业的巨鳄。这天，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是聂叔。他告诉阿和阿南，查叔去世了，王昌更加无法无天，除了逃税之外，还想吞并家俊继承下来的家产。澳门的赌博行业也被王昌搅成了一滩浑水。聂叔这次是专门来找阿和，是时候回去重整旗鼓了。重返澳门后，阿和和总督搞好关系，顺利拿到了赌场的经营权。王昌也没有停止捣乱，他炸了阿和的豪车，还在开业当天叫来300名乞丐围在赌场门口，并向外界散播谣言，说赌场内被安放了炸弹。这么一搞，阿和的店里空空荡荡，一个人也不敢来。王昌还告诉家俊，阿和当年给你戴了绿帽子，你老婆当时在牢房里待了足足2个小时才出来。晚上，阿和正在陪快要成产的阿妹散步，突然他们的汽车又被炸了，阿和被爆炸震昏了过去。火光中，阿妹看到家俊带着一帮人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，他把阿和藏在了旁边教堂的地下室里，自己却遭到家俊的残害，差点被杀死。还好阿南带着警察及时赶到，阿和及时苏醒过来，他看到倒在地上身上满身鲜血的阿妹，愤怒地杀死了家俊。虽然在医生的抢救下，阿妹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保住了性命，可阿妹从此半身不遂，下半生只能靠轮椅度日。阿和也不再管那么多，王昌害得他差点家破人亡，他也不会让王昌有好日子过。阿和公开宣布要花500万买王昌的项上人头。面对金钱的诱惑，王昌的手下全部翻水，就连回到家，王昌的父母也为了要钱，混到砍向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最后，王昌被逼疯，彻底成了个废人。从此，阿和在澳门的赌场生意没有了竞争对手，但接下来等待他的依旧是无穷无尽的挑战。本片根据赌王何鸿燊的部分真实经历改编而来，4人虽逝，但传奇永存。那个动荡年代里的乱世枭雄故事，总是那么令人神往。